老板，我刚从国外回来，你这收尼日利亚奈拉吗？什么耐力？你这老头不会是来吃霸王餐吧？老板，你推搡老人家算什么？他差多少，我替他付。姑娘，谢谢你啊！等我孙子来接我了，这钱我一定还你。不用还了，爷爷，举手之劳。姑娘，看你这身打扮，是在附近上班？是的，我就在旁边的工地上班。这不是中午了，来这边吃饭。这样啊，小姑娘，你是建筑专业的？之前学过一点。爷爷，我干活的时间快到了，我得先走了。这片地方特别偏，平时也没什么人。您等下要是回不去，随时打我电话。谢谢你啊，小姑娘，放心，爷爷的孙子待会儿就来接爷爷了，真是麻烦你了。多好的姑娘啊！太好了，我孙媳妇儿这下又着落了。爷爷，不是跟您说了我去接您吗？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您刚说什么？什么孙媳妇？陈渊，你不知道，刚刚有个小姑娘热情的很，不仅帮我付了钱，还怕我一个人不好回去，给我留了电话。现在这么好的姑娘可不常见了。爷爷，您总这样，人家说什么都信。您忘了去年有人也是说把您送回去，结果把你送到郊区要了您一大笔钱的事情了。那不一样，这姑娘说话和和气气的，一看就知道好得很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该给我带个孙媳妇了。我把这姑娘叫过来，你和她接触接触。好，孙媳妇的事情先不说，爷爷您先跟我回去，您今天的药还没吃，别耽误了。是林姑娘吗？你还记得我吗？昨天饭馆里，你帮我付了钱。是陆爷爷啊，您昨天回去没遇到麻烦吧？听到没？我就说林姑娘是个好孩子。是这样啊，林姑娘，我家里老宅要翻新，工程队给了几张图，我老眼昏花，分不清好坏，你能不能来帮我看看？好啊，陆爷爷，您把地址发我。哎，好，我马上发给你啊。一会儿林姑娘来了，你热情点儿，敢摆出来张冷脸，我饶不了你。行，我一定笑脸相迎。你满意了吧？你就是昨天帮我爷爷付了钱的那个人。我是林之夏，你是陆爷爷的孙子。是，我是陆晨渊。林小姐先进来吧。陆爷爷，您说想看设计图，在哪里呀？林姑娘，你先看看这个，这是装修公司主推的方案，说是现在最流行的老宅翻新样式，好多人家都用这个。这套不行。啊？哪里不好？我看着挺规整的呀。爷爷，这套设计只是看着好看，其实把老宅的味道毁了。他把屋里原本的老木梁都包起来了，还把西边老式的拱门堵死，改成了普通墙壁。老宅子讲究的就是通透敞亮，这么一改，样子是变新潮了，老宅原本的韵味就全没了。对，我就是这个顾虑。一下就看出来核心问题了。或许爷爷这次真没遇到骗子。林小姐说的很精确，是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吗？林姑娘，我这孙子今年28岁，长得一表人才不说，名下还有好几家公司，现在还没有女朋友，你要不要考虑考虑他？啊，陆爷爷，您叫我过来不是看设计图的吗？怎么突然说到这上面去了？而且我刚和陆先生认识，您就别开玩笑了。这样，我手里有一套四合院，彩礼2000万，你再考虑考虑。这个林姑娘听到2000万，竟然一点表情变化都没有。但是毕竟是第一次见面，在知道她真实人品之前，还是先隐藏身份更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林小姐，我爷爷年纪大了，脑子有些糊涂，说的都是胡话，你别当真。不好意思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喂，哪位？林之夏，你当时借钱给你妈做手术的钱什么时候还？都拖3个月了，连本带利一共20万。想我去病房找你妈要钱，就赶紧还清。我记得合同上写的是10万，就算有利息也没这么高啊。合同？你现在跟我谈合同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天黑之前20万必须到账，要不然我就亲自去找你妈要了。
李小姐，你这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是我的私事，不劳陆先生费心。林小姐，很抱歉，刚刚无意间听到了你的谈话。但是既然你现在缺钱，我倒是有一个提议。陆先生，请说。我爸妈走得早，是我爷爷带大的。他年纪大了，这些年一直念叨着我的婚事。你也看到了，我爷爷很喜欢你。我给你20万当做彩礼，你和我结婚。结婚？陆先生，你没开玩笑？当然，我现在的处境其实也没比你好多少，房子和车都是租的，无业青年，你跟我结婚，除了这20万没有任何好处。陆先生，这个条件我答应，但这笔钱我会还给你，年息1%，1年之内连本带利还清。如果1年后我还不上，我自愿净身出户。你确定要这样？当然，陆先生，做人的底线不能丢。他这表情，说这话应该是真心的。我这辈子也没想到，竟然跟一个认识不到24小时的人结婚了。般配，太般配了！这下以后这小子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告诉我，我打断他的腿。爷爷，陈渊对我很好，您放心。好，好，知夏呀，爷爷可太开心了。知夏，我老头子活了70多岁，看过的人不少，你眼神正，眼光好，是个好孩子。爷爷，这外面风太大了，您回去歇着，改天我去看您。对，爷爷，我给您叫好出租车了，您先回去歇着吧。好，好，爷爷就不打扰你们小年轻了，你俩单独在一起，好好交流感情。林小姐住哪里？我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更何况，陆先生打算陪我等公交吗？陆总，你的老爷子怎么没让我过来接你们？闭嘴！他刚刚叫你什么？他叫我陆哥，我们是大学舍友，经常在宿舍这么叫。刚刚我跟他发消息，让他顺路来接我。劳斯莱斯，你这舍友还挺有钱的。陆先生，就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先回去工作了。陆总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查，把他的底细查得一清二楚，越快越好。听说了吗？瀚海的那位神秘总裁今天会亲自来视察。传闻他3年前一战成名，从不露面，没人见过他的真面目，而且至今单身，要是能被他看中，可真是嫁入豪门了。那人怎么穿成这样？工装外套？我们是来面试设计师，不是来修下水道的。真是，这种人进瀚海，只会拉低瀚海的档次。陆总，这次海选的面试者共300人，最终只录取5人。目前进入面试环节的有20人。我要亲自看他们的作品集。好的，我立刻安排。空间动线与采光比例3:1，软装搭配需先。这张脸怎么看着这么眼熟？林之夏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陆晨渊不是说他是无业游民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来兼职。兼职？瀚海集团招兼职的面试记录员，1天200，包午餐。我反正待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。真的？请下一位面试者林之夏前往3号面试室。当然，我现在就要去3号面试室，一起吧。
你是？过来兼职的面试记录员。行吧，那你坐那边别出声。林之夏，你的简历倒是够简洁的，学历呢？毕业院校？之前在 A 大读建筑学，但是因为一些原因退学了。设计功底是自学的，实践经验都是在设计工作室和装修工地积累的。自学的功底？我们瀚海集团是业内顶尖的高端室内设计机构，不是街边的手艺培训班。你知道我们这次面试的最低门槛是什么吗？陈总监，不好意思打扰了，我是来送半山别墅的室内设计资料的。哟，这不是林之夏吗？你大三突然一声不吭就退学了，这么些年也一直没联系，没想到今天在这里遇到了。是，今天挺巧的。你们认识？陈总监，和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大学同学，后来因为一些原因退学了。退学？是啊，毕竟抄袭别人的设计稿这种事情，可不仅仅只是作弊，人品也有问题嘛。哎呀，我不小心说多了，之夏，你不在意吧？抄袭？你之前是因为抄袭被强制退学的？那是污蔑，我从未抄袭任何人。你当年在室内设计大赛上抄袭同行的创意，被组委会当场取消资格，全行业通报封杀。你说你没有抄袭，谁相信啊？你也不看看自己，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。林之夏，你这种人也配进瀚海的门？我告诉你，设计圈的大门，这辈子你都进不来。行了，别浪费我时间。说说吧，你的核心优势是什么？我的核心优势是将传统建筑美学融入现代室内设计体系，还原建筑最原始的形态神韵。传统建筑美学，我们是搞高端室内设计的，不是办非遗展览的。你知道我们设计的是什么级别的项目吗？顶级豪宅，顶级懂吗？你拿你那套乡下来的土办法跟我谈高端，你是来搞笑的吗？陈总监，您别为难他了，他连3D 建模渲染图都不会看，估计连系统的名字都认不出全。这种人，您指望他能懂什么？瞪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白组长的方案，这才是我们瀚海需要的人才。这份方案第7页，关于材料固化参数有问题。进口环保材料在常温20摄氏度下的完全固化时间至少需要48到72小时，而这份方案写的是24小时。白组长，这可不是比喻，这是根本不懂材料特性的外行才会犯的低级错误。还有第12页，先硬装后软装，再进家具，这是行业标准工序，连实习生都知道。而这份方案就完全反过来，这样根本达不到设计效果，整个项目预算全部打水漂。白起可是名校毕业，还有留学背景，参加过国际上的比赛，获得过不少奖项。你不过一个辍学的抄袭犯，你也配质疑国外留学回来的专业人才？看来贵公司的选人标准不是能力，而是出身、名头和听信所谓专业人才的一面之词。你，区一个普通应届生也敢在这里指责公司用人标准？我们总监自有判断，轮得到你智慧？先别打断他，我倒要听听他还有什么歪理。陈总监方才全程只参信白景的说辞，
连我准备的项目方案都不愿多看一眼，这还不是区别对待？道歉。你说什么？你让谁道歉？你识人不公，随意打压面试者，必须道歉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临时找来的兼职面试记录员，也配在这里指手画脚？不过是个打杂的，你让我道歉我就道歉。拿着微薄兼职薪资，也敢管管理层的事儿，识相点就立刻出去。陆总，您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完全没收到您要来视察面试的通知啊！陆总，您说什么？哎呦，看我这什么眼神儿？老远看着背影还以为是陆总呢，长得太像了。你说巧不巧，陆总也是这个身形，我这一时眼花，还以为是陆总呢。李总，您真的看错了？那还能有假？陆总什么身价？日理万机，分分钟几百万上下，能坐这儿当记录员，这不是笑话吗？但这气量怎么看，也不像一个兼职的面试记录员。行了，今天的面试到此为止。林之夏，你的面试没通过。为什么？学历不达标，背景有污点，还涉嫌抄袭纠纷。我们瀚海不是慈善机构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收。陈总监，你可真是好样的！怎么了，李总？你管这叫抄袭？第7页材料固化参数错误，第12页工序完全倒倒，这种外行方案你也敢推给客户？这是疏忽，李总是意外。疏忽？陈总监，你们当时是怎么招的人？这种人也能当上组长？我看你也是不想当这个总监了。林之夏是吧？明天来报道，直接入职设计部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有工作了。恭喜。你这是犯胃病了，我这里有胃药，快吃了。胃不好还硬撑，你以为自己是铁打的？谢谢。这盒药给你了，你自己平时多注意。我先走了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林之夏，李总特招进来的。特招？什么背景啊？听说学历都没有，之前在工地混的。那不就是走后门吗？你的任务就是半山别墅精装改造，客户下周要看初稿。初考只给我3天时间。怎么，特招进来的人才连这点小事都搞不定？还是说你的本事其实也没那么硬？你就等着出丑吧，林之夏。你的所有数据都被我改动了一个小数点，这次我要你彻底从行业里消失。林小姐，关于你这个动线设计，我有些话要说。绝了！我把这项目交给3家设计公司，你是唯一一个考虑到我老母亲轮椅通行需求的。这个回廊的缓坡设计，这个无障碍动线，就按这个做。林小姐，我希望以后的项目后续由你直接跟我对接。谢谢王总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
你先出去，我跟林之夏核对完这批货再走。好的，好的，白组长。你锁门做什么？让你慢慢数啊，数清楚了再叫我。陆总，您去哪儿？这合同还没签呢。林之夏，你醒醒！陆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快叫救护车！醒了，你还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？还好，就是有点渴。你可算醒了，你老公抱你进来的时候手都在抖呢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出多大事儿了。我当时也是被吓到了。陆晨渊，谢谢你。没想到他会为了我着急成这样，看来是我之前对他的了解太少了。没什么，你好好休息。爷爷喊我们周日一起回家吃饭，他那么喜欢你，肯定不想看到你出事。好，我也想见陆爷爷了。他果然是为了陆爷爷。林之夏，清醒一点。这场婚姻只是交易，不能有其他想法。他怎么看上去有些难过？是不是被吓到了？这个白姐是应该好好查一下了。你们俩到底什么时候住一起？爷爷，我们有自己的安排。安排？结婚证的章都盖了，还分房睡，我不管。要么你们搬一起，要么我搬去你俩那儿。您别闹。谁闹了？我七老八十了，就想看孙子孙媳好好的，过分吗？之夏呀，爷爷是不是招人嫌了？没有没有，爷爷您别这么想。爷爷老了，就想看着年轻一辈的和和美美的过日子。我这把年纪，也不知道能看多久了。爷爷，我们听您的。什么？明天我们就住一起吧。哎，你就对了，你就搬到陈渊那里，好好培养感情。你确定？演戏演全套，爷爷高兴就好。你平时就住这里？对，我这条件一般，你将就一下。这里只有一间卧室啊，我们……你睡卧室就好，我睡沙发。这沙发太短了，你这身高可以吗？没事儿，总不好让你睡沙发上。那我帮你拿床被子。慢点儿。我去收拾。
这沙发果然太短了。在做什么？你毯子掉了，我怕你着凉。谢谢。我的天，我心跳的怎么这么快？醒了，准备可以吃饭了。你会做饭？平时没事的时候学的，将就吃。好好吃。慢点儿，没人跟你抢。陆总，您这打扮是怎么回事？问那么多干什么？手上拿的什么？哦，这是您要的林小姐母亲的肾源匹配资料。先放你那儿。哦，好的。刚刚是谁啊？送快递的，不重要。林之夏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半山别墅的样板房，客户王总今天亲自去验收时，因为甲醛浓度当场头晕呕吐，现在还在医院观察。他可是放话了，瀚海必须给个交代。陈总监，我早说过，我不能让他负责这么重要的项目。一个连学历都没有的人，能懂什么材料品控？林之夏，你知不知道这个项目值多少？王总是我们最大的客户。我就说特招进来的不靠谱。我已经拟好了赔偿协议，你赔偿项目损失，然后滚出瀚海。这批材料不是我签收的。你想推卸责任？材料是你经手的，批次号你想怎么编就怎么编。我要求复检，调取仓库原始入货记录，对比材料封样。如果是我经手出错，我认。但如果有人调包，还嫌不够丢人？你直接走流程，让他签赔偿协议。别给我装模作样，快点签！别逼大家撕破脸，让你难看到底。我不签，无凭无据，凭什么说是我的责任？你是上次那个面试记录员，来这干什么？这是最新版本的气象色谱仪，能现场检测材料甲醛释放量，精度到小数点后3位。什么意思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去取样。就算材料被调包，你怎么证明跟我有关？我倒是要问问你，你这么护着他，你和林之夏到底什么关系？我是她丈夫。丈夫，林之夏，你居然结婚了！嫁给一个靠兼职的记录员，他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就把我们的关系说出来了。我老公是什么身份不劳你费心，但他不会用1、2级板材冒充1、0级，不会凌晨2点去仓库调包，也不会把客户的健康当儿戏。你怎么知道？甲醛释放量0.04奥这米尔时，远低于国标0.08。你调包的时候太慌张，拿错了批次，而且王总根本没进医院。昨天我还在跟他通话，你栽赃陷害的本事越来越低劣了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你到底是谁？怎么了？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陆沉渊，
你不是说你是无业游民？无业游民能随手能调动检测中心的人带着精密仪器过来，还有你怎么每次都能恰到好处的出现在瀚海？哦，我来这边兼职，路过会议室，听见你们在里面吵得厉害，正好有个朋友在检测中心上班，就打电话让他带人加急过来了。这么巧？就这么巧。正好我们现在住一起了，载你回去，省得你挤地铁。好。想我堂堂瀚海总裁，什么时候坐过这么简陋的电瓶车？还是被人载着？抓紧点儿，前面要拐弯了。怎么感觉坐着电瓶车比坐劳斯莱斯还舒服？你一直盯着我看干什么？是这身裙子不好看吗？好看，非常好看。那个设计部今晚举办年会，我想你要不要一起来？所以，你是希望我陪你去？算是吧，没事的。你要是有事情不去也没事。好，我陪你去。那我们赶紧走吧，别迟到了。哟，林之夏，难得啊，穿成这样来年会。不过，土包子，知道这是什么酒吗？一杯能抵你半个月工资，你这辈子估计也就这一次能喝到这么贵的酒了。伯恩第沃恩的黑皮诺。不过试酒温度高了点，应该在14到16度之间。现在这杯大概18度，果香被闷住了，喝起来会有股涩感。你懂什么？装模作样！一个穷鬼连件像样的西装都买不起，还好意思在这里品头论足？林之夏，你从哪儿找来这么个……陆总，贵客呀，您怎么来了？周经理，您刚才叫他什么？陆先生，您怎么在这儿？上次您来我们酒店不住店的时候，我印象特别深。陆先生是我们酒店的常客，之前来住过几次，我对他印象很深。刚才一时口快，叫错了啊！陆先生，您慢慢玩，我就不打扰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不过是个穷鬼，摆什么谱？以为懂点酒就真把自己当成人上人了？为什么那个周经理看起来很尊敬你？我之前来这家酒店住过几次，有一次他遇到几个混混闹事，我帮了他一次。可是他刚才叫你陆总。我之前陪着老板来这边出差过，应该是他一时叫错了。好吧，不过你刚才真的很厉害，竟然会品酒。你忘了，我可是干过很多兼职的，自然什么都懂点儿。走，
我们去那边看看，有你喜欢吃的慕斯。这咖啡机怎么用？你自己房子里面的东西你不会用？买回来没用过，这按钮也太多了。这个选浓度，这个选杯量，奶泡要这样打。会了吗？别擦了。啊？突击检查，哈哈！我看看你们小两口过得怎么样？哟，大清早的，挺激烈呀。不是，是牛奶打翻了。牛奶好啊，补钙，年轻人是该多喝点儿。你小子行不行啊？结婚这么久，还让人家姑娘自己睡？爷爷，我不管，今天我来就是给你们制造机会的。之夏呀，你这手艺真没得说，刚起锅的香味飘满屋子，光是闻着我口水都要下来喽。爷爷您别急，菜很快就全部做好，等会儿有您爱吃的红烧肉。邮件出来了，站远一点，小心烫到手。尝尝咸淡，我把控不好火候，怕味道不对。好，好，我就爱看这个。小两口过日子就得这样，一个炒，一个洗，配合默契。爷爷，您别光站在这儿围观，先去客厅剥2个蒜，等下做红烧鱼正好要用。好，好，我这就去，不打扰你们小两口。配合默契。赶紧端出去放餐桌上，杵在厨房挡我干活的路。云溪山庄这个项目终于被我们竞争到手了。这个山庄占地300亩，客户预算充足，但有个特殊要求，设计师必须在工地住满1周，沉浸式体验环境，才能出方案。工地住1周，那地方荒山野岭的，蚊虫毒蛇什么都有。对呀，住的还是集装箱板房，没空调没热水，这哪是人住的？李总，我觉得林之夏最合适，他不是在工地混过吗？经验丰富，吃苦耐劳，这种项目交给他，肯定能做出有泥土气息的设计。林之夏，白设计师推荐你，你有意见吗？没有意见，我接受。真是谢谢白设计师抬举。林之夏，你就装吧，等到了工地，我看你怎么哭。你怎么来了？工地招兼职的跟拍记录员，1天300，包吃住。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跟拍记录员，穿成这样，你不也是？彼此彼此。条件简陋，将就着住。这间女生住，隔壁那间给男生住。晚上尽量别来回走动，工地不安全。你这么熟练，以前在工地住过？刚退学那会儿，跟着施工队跑了半年，什么苦都吃过。
先歇会儿，你还没吃晚饭吧？先吃点东西。你去哪儿了？淋成这样，也不知道躲一躲。去看了看山庄的整体地形，雨太大，没避住。风口风这么大，你浑身还湿着，真的不冷吗？不冷。就这样让他多睡一会儿。林之夏，这位就是云溪山庄的业主周先生。我听说你在这里住了一晚。是，亲身体验才能做出真正融入环境的设计。昨晚暴雨，我发现山庄东侧有片天然竹林，雨打竹叶的声音很特别。我打算把主客厅朝向那边，用大面积的落地窗引入景观，让室内成为山林的延伸。还有这里的地形西高东低，我设计了错层庭院，利用自然高差做雨水收集，既环保又能形成小型瀑布景观。好一个沉浸式设计！我在国外听过这个概念，没想到国内有人真的在践行。林小姐，你的方案我期待看到完整版。他怎么可能？不是说周先生是业内最挑剔的人吗？怎么可能这么轻松？这位是兼职的跟拍记录员，负责记录设计过程。听到了吗？客户很满意。听到了。林之夏，你给我等着！石砖表面刻着繁复的纹路，虽然风化严重，但仍能看出是某种古老的建筑构件。陆晨渊，你过来看，古建筑遗迹，至少是清代的。你看这砖雕的技法，还有这地基的走向，这片竹林下面可能藏着一座完整的古院落。如果能在保护的基础上做开发，把古建筑的元素融入现代设计，这个项目的价值会翻倍，客户一定会同意。你想做保护性开发方案？对。保护性开发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工期延长3个月，成本增加至少200万。客户要的是高端现代豪宅，不是破砖烂瓦的博物馆。陈总监，这片遗迹的价值远超200万，如果粗暴拆除，不仅违法，还会让项目失去独特性。我已经查过，这片区域在保护的名录里。林之夏，你少拿这个压我！云栖山庄的项目我说了算。陈总监，别生气，林设计师刚入行，不懂规矩，以为有点想法就能翻天。之夏，这行不是光有情怀就行的。陈总监的方案，拆迁重建，利润最大化，这才是成熟的商业思维。白设计师，商业思维不等于破坏文化遗产。如果瀚海连这点底线都没有，我不认为这是个值得我效力的公司。滚出去！方案按我的做，没得商量。这些样本明天要送去鉴定，只要拿到初步认定，陈总监就不敢乱来。太晚了，明天再来。不行，夜长梦多。陈总监今天那个态度，我怕他。就是这儿，把这片破墙推了，埋进土里。他们要毁遗迹，别去，危险。样本不能丢。你们干什么？这是文物，
破坏要负法律责任。小娘们儿，别多管闲事，滚开！你简直找死！谁派你来的？滚！再让我看见你们，就不是这么简单了。很疼吗？还好，一点点。你刚才怎么这么厉害？我以前练过散打，对付那种人不用客气。刚才谢谢你。以后别这么莽撞，你受伤了我。你什么？我会心疼。睡吧，我去外面守夜。心疼，他竟然说心疼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很在意我吗？我有种预感，这趟经历会给我们的关系带来无法预测的变化。你脸怎么这么红？没事儿，可能是暖气太足了。这批图客户明天要，我得赶出来。你发烧了？没事儿，可能就是低烧，吃点药睡一觉就好了。去医院？真不用，我……陆晨渊，你放我下来！陆总，这是关于瀚海集团重大项目文件。这年头，这么好的老公可不多了。行了，刚买的粥，趁热吃。那个，昨天晚上谢谢你陪我在医院输液。没事。周末我给你做顿好吃的。这什么道理？你照顾我，我总得谢谢吧。不是那种很正式的，就是买点菜，做几样家常菜。好。这颗怎么了？太老了，你看这花都发黄了。清蒸鲈鱼你吃吗？都行。又在回复兼职的消息。对。留着你的钱还债。哟，林之夏带老公一起出来买菜呢。对啊，怎么了？你老公不陪你出来吗？切，一个穷小子，也不知道稀罕什么劲儿。
该怎么办？换肾还差30万。30万，对他来说是天文数字，不能直接给他，他那么要强，不会接受的。林之夏，怎么在哭？遇到什么事情了吗？你怎么还没睡？实在对不起，我刚刚情绪没控制住，动静太大，吵到你休息了。我都听见了。阿姨治病的事儿，你不用一个人硬扛。我正好有个交好的朋友常勤期在公益基金会任职，他们近期新开设了重症病患专项救助项目，审核范围包括肾脏移植手术。你妈妈的病情完全符合救助覆盖标准。我之前上网仔细查过这类救助基金会，申请门槛严苛，材料繁琐，排期动辄就要好几个月。我怕我妈的病情等不起。相关对接渠道我提前和朋友沟通好了，流程会简化不少。不试着提交申请，怎么知道没有转机呢？审核通过了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母亲全部的换肾手术费用都能全额减免。陆晨月，谢谢你，真的太谢谢你了。自从那天抱过之后，他就变成这样了。连多看2眼都不让看。停电了，怎么突然一点光都没有了？应该是电路跳闸，我去配唱箱那边查看一下，很快就能恢复。别走。怎么了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我有点怕黑。我在，别怕，我不会离开的。现在身边有烛光陪着，还害怕吗？好多了，有光亮，还有你在，就不吓人了。要不你上来床上睡吧。说到底，今晚是因为我怕黑，才委屈你睡冰凉地板。没事儿，地上也挺舒服，你不用惦记我。闭上眼睛，快睡吧。你，对不起，我睡觉没安分住，不是故意的。别动。你干什么？没事儿，你快睡吧。他去冲冷水澡了。医院来消息了，肾源匹配上了，手术安排在3天后。这是好事，到时候我陪你去。我妈还不知道我结婚的事儿，我怕
夏夏，你来了。这位是？妈，他是我。妈，我是知夏的丈夫，陆晨渊。结婚？夏夏，你结婚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告诉妈？妈，我怕你担心，而且那时候情况特殊。你做什么工作的？目前在找合适的方向，之前做过一些兼职。夏夏，妈不是嫌他穷，妈是怕你像妈一样一辈子吃苦。妈，他没有让我吃苦，他对我很好，真的。妈，我现在确实没什么本事，也没什么钱，但我向您保证，我会照顾好知夏。她受过的委屈，我不会让她再受第二次。您放心把女儿交给我。好好对夏夏。怎么这么久？怎么还没好？别怕，我在。我妈这辈子太苦了，我爸走得早，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，打3份工，累出一身病，她还没享过一天福。会好的，手术会成功的。手术很成功，病人情况稳定，观察1晚就可以转普通病房了。成功了，我妈没事了。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林设计师，我改主意了，这面墙我要打通，做个开复式酒柜，还有这地板换成进口的。你们之前那套设计全废了，重新给我做。王哥，这面墙是承重梁，不能动，而且合同里写的是精装修方案，现在改硬装，属于重大变动，需要重新签订补充协议，另外计费。哼，计费？我再加5万够不够？你一个小设计师，别跟我谈什么合同，我让你改你就改。是钱的问题，承重动不了，这是安全规范。而且您当初签字确认的方案，现在推翻重来，设计费、材料费、人工费都要重新核算，不是5万能解决的。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手别乱碰。合同第17条，甲方提出设计变更，需提前7日书面通知，且承担全部变更费用。第23条，任何一方不得以暴力或胁迫手段干扰对方履行合同义务，否则视为违约。您想现在违约，我可以帮您联系律师。你谁呀？我是他家属，合同您自己签的字，手印还在上面，需要我逐条念给您听吗？你怎么懂这么多？连第17条、第23条都记得住？之前干了很多兼职，什么合同都看过，看多了就记住了。行啊，兼职没白干，还挺管用。早。早。那个，周末你有空吗？怎么了？我想请你看电影，就当谢谢你这段时间帮我。请我看电影？对，那个，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。好。你想看什么？这个。选这个恐怖片，你确定？
刺激。你害怕？没有，是这个空调太冷。没事，都是假的。陆晨渊，你居然怕鬼？我说了，是空调冷。散场人多，别走丢。哟，这不是林之夏吗？怎么带你的兼职老公来看电影？秦姐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无业留人？穿成这样也敢出来，穷酸气儿都盖不住了。我老公他有没有钱，关你什么事？你一天天闲的就只能来我这里挑刺。白设计师，他对我好，比你们这些金玉其外败诉其中的人强100倍。至少他不会背后捅刀，不会栽赃陷害，不会把别人的真心踩在脚底下。其实我不在乎你有没有钱。我当初嫁给你，本来就不是图什么。我们相处这么久了，我更看重长久的真心。那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有人骗了你，你会怎么做？我最不喜欢别人骗我，我一定会彻底走开，不再和对方接触了。我该怎么解释？直接告诉他自己一直以来都在欺骗他吗？之夏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等我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好，我一定亲口告诉你真相。之夏，之前的事儿是我太冲动了，咱们都是同事，以后还要一起共事，我请你喝咖啡就当赔罪了。麻烦给我一杯蓝山，要你们店里最大杯的，再来一份招牌提拉米苏，还有这个手工巧克力熔岩蛋糕也要最大的。林之夏，白组长，哦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白设计师了。降级后工资还撑得住吗？这顿咖啡你不会请不起吧？林之夏，你别太过分。过分？白设计师，你锁我在仓库里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过分？你偷换我材料污蔑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过分？这杯咖啡是你自己说要请的，我点我喜欢喝的，不过分吧？还是说白设计师的道歉就值一杯38块的美式？你给我等着！贵的就是好吃。怎么回事？今天有什么大事吗？怎么感觉气氛怪怪的？没什么。听说了吗？他能顺利完成山庄那个项目，靠的可不是本事。我早就说了，你个没学历的，凭什么破格提拔？原来是攀上了高枝。听说他经常拎着礼品去李总办公室，不然怎么拿到的项目？林姐，
你别听他们胡说。你知道什么？前几天您因为山庄设计被提拔成组长，昨天白直在群里发了消息，说您能成为组长，都是因为你给李总送了礼。群里传疯了，还有人 P 了聊天记录。林姐，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，但是大家都信了。谢谢你来告诉我。造谣好玩吗？之夏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？设计部的群，你的聊天记录需要我念给大家听吗？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你一个没学历、没背景的，凭什么当上组长？白芝，你慌了。你造谣我靠送礼上位的样子，像极了3年前你造谣我抄袭的样子。同样的手段，同样的下作，你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没有。那你说我和陆总有不正当关系，你亲眼看见了？还是你也半夜蹲在他办公室门口了？你少在这里装清高！全公司都知道你是什么货色，我就是看不惯你！看不惯，所以你就造谣。大家都听到了，白吉亲口承认他就是因为看不惯我，所以造谣污蔑我。白芷，3年前你毁了我的前途，我没跟你计较。3年后你又来这套，真以我还是那个任人欺负的林之夏？聊天记录我已经截图保存了，包括你之前造谣我抄袭的证据。律师函明天到。白乙，这一局你输了。陆晨渊，你快看！怎么不穿鞋？我的天，竟然是国际建筑设计协会！之前半山别墅项目得了最佳设计项目的功效，协会邀请我去颁奖典礼。恭喜！颁奖典礼，瀚海是赞助商，我必须出席。陆总，颁奖典礼的行程确认了。瀚海是首席赞助商，您必须出席，还要上台致辞。还有组委会那边已经把您的名字印在流程单上了。我知道了。陆总，要不提前跟林小姐坦白？怎么坦白？告诉她我骗了她这么久。告诉她我根本不是什么无业游民，是瀚海集团总裁。之夏，明天之后你还会这样对我笑吗？手都攥紧了，很紧张。有一点，这是业内规格最高的颁奖礼，大咖云集，这么盛大的红毯场面，我确实是第一次站上。不用怕，放宽心。你今天有点奇怪，和平常不太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我和平时没区别。具体我说不上来，就是感觉你今天气场格外强势，整个人看着特别严肃。红毯场合正式，自然要稳重一些，别多想，专心往前走就好。之夏，对不起，等一切结束，我会向你解释清楚。那就是林之夏，就是负责半山别墅的设计师。那个项目我看了，没想到设计人这么年轻。我们公司的特招人才。别理他。
接下来是今晚的压轴奖项——最佳建筑设计奖，获得者是林之夏。这个奖项由我们的首席赞助商瀚海集团总裁亲自颁发，有请陆晨渊先生。林之夏的穷鬼老公竟然是陆晨渊，竟然是瀚海集团的陆总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陆晨渊，陆总，之夏，对不起，我可以跟你解释。感谢组委会的认可，谢谢陆总。之夏，不要走，你听我解释。陆总，瀚海集团总裁陆晨渊，你骗我骗得开心吗？看着我跟个傻子一样维护你，你很开心对吗？之夏，我……陆晨渊，你疯了吗？你是不是傻？电梯门也敢挡，夹断了怎么办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对不起，之夏，我怕你知道我是谁就不要我了。我需要时间冷静一下。钥匙我放桌上了。之夏，别走。陆总，您这戏演的够久，我现在连自己是您哪场戏里的配角都分不清。曾经住了3年的地方，现在突然回来，竟然觉得好陌生。之夏，开门，是我爷爷。造孽呀！那臭小子，我非得打断他的腿。爷爷，这是我们2个的事情，您别生气。之夏，爷爷是过来人，陈渊那小子骗你，是他混账，是他该死。可爷爷问你一句，他对你好不好？爷爷，我知道他对我好。可好不能当饭吃，骗就是骗。我今天原谅他隐瞒我身份，看着我在这场骗局里面团团转，那明天他骗我别的呢？我输不起。之夏，陈渊那小子从小冷心冷肺，对谁都隔着一层，唯独对你，他是真的上了心。他骗你，只怕你嫌他有钱。你说这混账逻辑，爷爷骂他，可你想想，陈渊这阵子的表现，他心里肯定有你。爷爷不逼你。但爷爷求你，给他个机会，也给你自己个机会。之夏，爷爷走了，你好好想想。之夏，林之夏。你是不是傻？下这么大雨站在这儿，感冒了怎么办？
你终于肯下来了。骗子，大骗子，陆神渊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！是，我骗了你，骗了你身份，骗了你所有可知下，唯独爱你这件事，我从没骗过。再骗我一次，我就真的不要你了。不会了，再也不会了。陆太太，您来了，我给您擦擦桌子。不用，叫我林之夏就行。恭喜啊，陆太太，藏得真深。没什么藏不藏的，工作场合我只是普通员工。普通员工？之夏，你可真会说笑。之前我们谁不是把你当新人随便对待？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我们得罪的是大人物。大家各司其职就好。职场谈能力，不谈身份，是你们想太多了，是我们想太多，还是你根本就是故意看我们笑话，看着我们围着你转，对你指手画脚，你是不是心里特别得意？我从不在意别人的看法，也没空拿这种事儿取乐。白莹，你与其盯着我，不如管好自己的工作。行，你清高，那我真心恭喜你，陆太太，以后瀚海设计部你说了算。只是做人别太满，路走太顺，很容易摔跤的。多谢提醒，也希望你安分守己，公私分明。查，3年前的新锐设计师大赛，我要全部资料。陆总，当年的组委会已经解散，原始评审记录据说遗失了。不过，我找到了比赛当天的监控备份，还有一个关键证人，当年的组委会实习生周晓，现在在国外一家设计公司。联系周晓，不管他在哪儿，我要亲自见他。没睡好，之夏，我想问你一件事，3年前的事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想帮你讨回公道。任何一个努力的人，都不该被辜负。当年我提交了下居系列，白影作为同组参赛者，在评审前夜以讨论为由看过我的草图。第二天他先上台，方案与我的高度相似，还提前准备了创作过程的伪证。组委会不听我解释，当场取消我的资格，我因为这个被迫退学。之夏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陆总，这事过去3年了，证据不足，重新调查恐怕行不通，流程上根本过不了。瀚海集团每年向贵委会赞助500万，合作了7年，从今天起终止一切合作。另外，我会以包庇学术不断为由，向行业协会提交书面投诉。陆总，您别冲动，有话好好商量，一切都可以谈。继续查，整理出3年前赛事所有评委名单，逐一核实，逐一问问，一个都不能漏。怎么了，爸？突然打电话过来，你还有脸问？陆晨渊正在彻查3年前的设计大赛旧事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当年你干了什么好事儿？什么？不可能！爸，你当年不是和组委会的王教授交情很深吗？你能不能找找他，把事情压下来？陆晨渊已经找过王教授了，那老东西吓得给我打电话，说当年的事他一个字都不会多说。白起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！平时骄纵胡闹就算了，谁让你去招惹陆晨渊的？全完了，怎么办？陆总，我知道您找我想问什么，但白姨家的势力您清楚，我要是说了，白姨父亲的公司近5年偷税漏税的证据，金额足够判10年。您说，白家还能护谁？当年我亲眼看见白影在评审前我潜入组委会办公室，他调换了林之夏原始提交文件的时间尺，把提交时间改到了他自己的方案之后，这样评审时
林之夏就成了后提交的那个，自然被认定为抄袭者。你能出庭作证吗？能。其实我等这一天等了3年。原来是这样，时间车，他们连这个都改了。我当年还傻乎乎的跟组委会解释，说我的创作过程有手稿有草图，他们根本不听。仅仅是因为一个伪造的时间戳证明了一切。之夏，下周新闻发布会，我会让所有人知道真相。你失去的，我帮你一样一样拿回来。陆沉渊，他这是要把白家逼上绝路！爸，我当时只是太想赢了。林之涵那个乡下丫头凭什么拿第一？够了！陆沉渊手里有我们公司的把柄，现在他查3年前的事儿，就是在警告我。白影，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白家的人，你的事儿自己扛。爸，你要跟我断绝关系？为什么？林之夏，你为什么这么讨厌？大学时挡我的路，现在又出现挡我的路。之夏，之前的事是我不对，年轻不懂事，一时糊涂。我愿意公开道歉，赔偿你的损失，咱们和解，好不好？白姨，我不需要你的道歉，我需要的是你得到惩罚，我得到清白。真相？什么真相？当年的事组委会都定案了。定案？周晓的证词、监控录像，你伪造的时间错技术鉴定。白姨，你以为还能瞒多久？白姨，我等这一日等很久了。陆总，白景最近频繁接触这家锐见传媒的主编，我们截获了他们的聊天记录。他打算用总裁夫人靠身体这种手段上位的黑历史为话题炒作。让他炒，安排法务部准备应诉材料，同时联系平台，任何涉及之下的不实信息第一时间下架。还有一件事，那家传媒公司的主编似乎把白棋的聊天记录卖给了天成集团。天成这家公司挺有意思，让他们斗，我们只管坐收渔利。我要的是全网发酵，让林之夏身败名裂。白小姐放心，我们专业的。不过您给的料，我顺手复制了一份，卖给了一个朋友。天成集团的市场部总监，可是对陆总和陆总的夫人的私生活很感兴趣。你出卖我！白小姐，这年头信息就是钱，您给的价只够买1条新闻，不够买断独家。林小姐，坦白说，看过无数项目方案，你的这份云溪山庄保护性开发方案是最让我惊喜的一个，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。现在我决定大幅追加投资，投入更多资源，打磨细节。非常感谢周先生的认可。我有一个必须坚持的条件，项目后续所有的对外宣传都不能只主打高端豪宅噱头，需要加入我们全程坚守的保护性开发理念。这个项目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单纯的商业豪宅，而是古建筑的新生与传承。如果只宣传商业价值，忽略文化保护的初心，那我们这份方案所有的打磨和坚守就彻底失去了意义。好，太好了！我合作过无数设计师，大多只懂得迎合资本，迁就商业，人人都盯着利益，唯独你守住了初心和底线。真是可笑，不过是靠着人脉和靠山上位罢了。还真把自己当成天赋过人的资深设计师了，还保护性开发，说白了就是故意标新立异，博老板眼球，刷存在感罢了。就是啊，白姐，明明是商业项目，好好做高端宣传多省心，非要搞这些花里胡哨的，简直多此一举。白设计师，与其有空在背后揣测非议、搬弄是非，不如多花点时间打磨自己的作品，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。下周的业内顶级论坛，我会上台演讲，我建议你准时来听一听，好好学学什么是真正的设计初衷。记得带好笔记本，多记多学，
别白白浪费了机会。很多人认为传统建筑束缚创新，但它是我们的文化根基。云虚山庄项目足以证明，古建筑保护与现代设计创新完全可以完美共存，相得益彰。林小姐，业内传闻你3年前深陷抄袭风波，还曾被行业封杀。如今你当众畅谈原创坚守，请问你如何回应这段过往？是否言行相悖？林之夏，我偏要在你最风光的时候将你拉下神坛。3年前的抄袭风波是刻意捏造的误会，瀚海集团已集齐全部证据，下周将召开发布会公开真相，欢迎所有媒体与业内同事监督见证。是非曲直，我相信过段时间终将会揭晓。倒是这位记者在别人说话时打断，我不知道您的职业素养是否还在。谣言终会被真相击碎，接下来就请林之夏小姐完成她的本次主题演讲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有项目在忙吗？项目结束，我就赶紧赶来了。之夏，我说过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那个记者是天成集团的人，我认得他。3年前，就是他第一个发文说我抄袭成性。白影动作真快，我前脚上台，他后脚就安排了人。他急了，但是越急容易出错。你手里到底有多少证据？周晓联系了当年组委会的 IT 技术员，那人现在在深圳，愿意出庭作证。还有，而且白起父亲的公司近5年偷税漏税，金额可不小。爸，白起，你是要毁了白家吗？你到底还瞒着我多少事儿？爸，求你帮帮我！一切，爸对不起你。陆晨渊手里有我们偷税漏税的证据，他放话了，发布会之前，如果我保你，他就把材料递到税务局。一切，你别怪爸狠心，白家不能全搭进去，你自求多福吧。林之夏，你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为什么都要这么对我？3年前，白起女士调换林之夏女士的原始提交文件时间件，伪造创作过程文档，导致林之夏被冤枉抄袭，全行业封杀。对的，那晚我看到了，但是这几年迫于白家的压力，一直不敢说出来。现在我只想会林之夏一个公正。经组委会重新核查，3年前新锐设计师大赛，林之夏女士系白气女士恶意构陷。组委会在此郑重宣布，撤销对林之夏女士的全部处罚决定，恢复其获奖荣誉。林小姐，组委会监管不力，我们深表歉意，对不起。我接受道歉，但希望贵组委会今后能守住底线。一定，一定。你的设计天赋是真的，可惜用错了地方。少假惺惺。白起女士，您涉嫌诽谤、伪造证据、商业贿赂，请配合调查。我以为我会很信，但其实并没有感觉空落落的。因为你善良。谢谢你，陈渊。我现在感觉自己很幸福。之夏，我以后会让你更加幸福。陈渊，我想重新读一次大学。是该这样，弥补一下大学时期的遗憾。之夏，我支持你。当年退学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，现在真相大白了，我想把学位拿回来。A 大建筑系那边我已经联系过了，下周去办手续。你什么时候联系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老公可是很厉害的，这点事儿还是办得到的。
之夏，你是不是有点紧张？有一点，我怕各位教授还记得当年的风波，也怕同学会私下议论我。虽然我并不在意那些流言蜚语，但是……之夏，我明白，不用担心，我陪你进去。林之夏，欢迎回来。你的事，陆总已经跟我说过了。学校核实了当年的情况，决定恢复你的学籍，从大3开始续读。其实当年我们都相信你绝不是投机取巧的孩子，你平时上课那么认真，成绩也是有目共睹。但是当时的证据链实在是太完整了，我们也是有心无力。我明白的，教授。谢谢教授，我会好好珍惜这次机会。孩子，真正优秀的人从不怕跌倒。既然回来了，就安心读书。后续有任何困难，随时来找我。您是林之夏学姐吗？就是前几日云寿山庄的设计师。是我，不过在这里我就是个普通学生。学姐，您当年那件事我们都听说了，您能坚持下来简直是太厉害了，我们学校的学生都很崇拜您呢。忽然想起3年前的自己，那时候的我也像他们一样，眼里有光，对未来充满期待。其实坚持不住的时候，就想想为什么开始。学姐，我们能坐这儿吗？坐吧。学姐，你就吃这么少？最近没什么胃口，吃的清淡点儿。就是她，那个被抄袭风波封杀的，听说现在靠老公上位，回我们学校镀金呢。不用了，吃饭要紧，不要为不值得的人浪费自己的时间。陆总，老毛病，吃点药就好。不用，把下午的会议推迟半小时。陈渊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有点不舒服，你回来就好了。什么叫没事？脸白成这样还逞强？之夏，有你真好。以后不准再这样。你要是倒下了，我怎么办？遵命，陆太太。之夏，真的不用检查，老毛病了。长期饮食不规律，胃黏膜严重受损。再这样下去会穿孔。陆先生，您今年多大？32，您是他的妻子，好好盯着他，按时吃饭，少喝酒，少熬夜。32岁的人，胃像50岁的。医生，他现在这算严重吗？现在调养还来得及，再拖半年就不好说了。听见了？以后我乖乖吃饭，你监督我。陆总，白起案的判决下来了，诽谤罪、伪造证据罪、商业贿赂罪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2年，缓刑3年，并赔偿精神损失费50万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判了。也算是对曾经的自己有个交代了。之夏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可能是吃坏东西了。走，去医院。你脸色都这么白了。别说话，去医院。恭喜啊，您太太怀孕6周了。傻啦。
之夏，我要当爸爸了。是啊，你要当爸爸了。陆晨渊，你哭什么？我没哭，我高兴啊。之夏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真的，我要当太爷爷了。这是陆家传了4代的长命锁，我爷爷给我，我还没来得及给陈渊他爸，今天我就把它给你了，之夏。之夏，你就是我们陆家的福星。爷爷，我收着，等孩子出生再给他。不行，现在就给，我7老80了，万一等不到。爷爷，您别胡说，您要长命百岁，看着孩子出生，看着他叫您太爷爷。趁着之夏刚刚怀孕，你们抓紧把婚礼办了，也让我这个老头子乐呵乐呵。好的，爷爷，其实我早就开始准备了。走，爷爷给你们选日子。之夏，哦不，陆太太，您怎么还来上班啊？陆总舍得让您受累。我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当太太的，叫我林之夏就行。之夏，吃饭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说过不用送啦。医生说前3月最为要紧，不能吃外卖，我亲自做的。医生说不能久坐。才3个月。陆晨渊，你管得越来越宽了。听话，都是为你好。我想给孩子取个小名，叫什么？叫小满吧，小满即圆满，刚刚好。好，就叫小满，我们的小满。这个方向很有意义，你的实践经验是优势，但理论框架需要再扎实一些。学姐，您的云栖山庄项目，我们老师当案例讲了整整2节课，是吗？老师没批评我吧？没有，老师说这是几年来保护性开发最成功的案例之一。学姐，您太厉害了。不算厉害，只是在自己喜欢的道路上没放弃而已。这是什么时候？大2，那时候以为拿了奖就能进最好的设计域，就能让妈过上好日子。后来才发现，人生不是直线，有时候你以为是终点的地方，其实是另一个起点。之夏，以后你会拿更多第一，我陪你。陆总、陆太太，我们准备了3个方案：中式传统、西式浪漫，还有海岛婚礼。不用太隆重，简单温馨就好。请一些亲近的朋友，在爷爷的老宅院子里办。不行，你人生就这么一次婚礼，当然要隆重一些。婚礼办得太隆重，别人又要说闲话。说闲话，让他们说，我陆晨渊娶老婆，光明正大。那好吧，别太繁琐了。都听你的，太太。好看吗？好看，太好看了。之夏，谢谢你愿意嫁给我，我永远爱你。我也是。吉时到，请新人入场。小两口以后要把日子过好，安安稳稳的。臭小子，敢欺负之夏，我把你腿打断！
请新人宣读誓词。陆晨渊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好，这才像话。宝宝很健康，胎心很好。之夏，你看，他在动。我最近感觉宝宝活泼得很。小满，在肚子里可别闹你妈妈，要乖乖的。陈渊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记得，我还记得你在民政局门口骑着你那辆吱呀响的电动车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那时候你骗我说自己负债累累，我还真信了。那时候你工装外套，背着旧帆布包，我以为你是个普通的小设计师，没想到竟然是个天才设计师。现在呢？现在我知道，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